我跟你說個事兒，到了2026年，你隨便去 4S 店看，市面上90%的新车買它就是纯的錢包刺客。但別怕，我今天要說的這10款車，就是這場割韭菜大戰裡的叛徒，他們才是真正能讓你錢包安穩的聰明蛋。別跟我扯什麼豪車夢，身份象徵咱不玩虛的，就聊聊怎麼花最少的錢辦最大的事兒，一年給你省下幾千歐元，不香嗎？为了搞明白哪些車靠譜，我花了小半年的时间，天天扒数据、看故障率、算养车成本，终于从一堆妖魔鬼怪里揪出了这10个宝藏。但我先剧透一下，第8名只要15000歐元就能拿下二手車，裡面藏着廠家打死都不想讓你知道的秘密。還有第10名，看完它會讓你對汽車市場整個世界觀都崩了，覺得有用，關注我，點個讚。今天這期視頻信息量比你花幾千塊去諮詢顧問都值錢，咱們馬上開始。第一台車絕對讓你大吃一驚，日產逍客等等。我先插一句，這裡有個天大的秘密，市場打死都不想讓你知道。現在市面上的那些跨界 SUV 一個個都跟科技狠活大賽冠軍似的，搞得越來越複雜，越來越嬌氣，修起來也越來越貴。但逍客呢，它偏偏不走尋常路，玩起了減法，這就是它的王炸。別人家車都給你整上啥複雜的混動系統，又貴又沉的大電池，還有一堆新車時新鮮，用2年就成累贅的電子配置。日產呢，反其道而行之，輕混簡單輕巧，沒那麼多彎彎繞繞。它不顛覆發動機，不搞大改結構，也不給你塞一堆幾年後讓你掏心掏肺的精密玩意兒，它就在你最需要的時候幫一把起步快一點，堵車省點油，再加速加點勁兒。你瞅瞅這幾個工況，不正是其他車最容易出毛病、最費發動機的地方嗎？結果呢，發動機壓力小了，渦輪更耐用，車整體磨損也低，長期下來你花的錢能少一大截，差距就在這兒。很多現代 SUV 開個4-5年，各種電子系統、混動系統就開始作妖，保養費蹭蹭往上漲，成了你的經濟負擔。但逍客的保值率高得離譜，新車大概28000歐元，5年後還能賣2萬左右。這可不是碰巧，是市場用錢在投票呢。這車靠譜，買它準沒錯，市場都信了，你還能虧到哪兒去？但買車前最關鍵的一點，沒人告訴你長期真實成本。保養一次才150歐元，零件便宜到哭，隨便一個街邊修理廠都能搞定，而且這幾年都沒出過大毛病，零故障。擱現在這年頭，對一台現代 SUV 來說，簡直是個神話。它就是個反豪華的代表。很多豪車靠個標誌就能把你騙進來，然後靠天價保養和修車費掏空你的錢包。逍客正好相反，買的便宜，用的便宜，賣的時候虧的少，開着還特省心。再說油耗，這車1.6噸重，100公里真實油耗才6升左右。這不是什麼宣傳冊上的理想數據，是我哥們兒天天開着上下班、接送孩子、跑長途的真實數據。第二款雷諾卡賓，先問你個事兒，一聽靠譜的雷諾，你腦子裡會不會也咯噔一下，覺得這倆詞放一塊兒像個段子？沒錯，過去好多年大家伙都被坑怕了，一提法國車，腦子裡就自動彈出一堆標籤，小毛病不斷，發動機嬌氣，電子系統抽風。開2年就貶值一半，在大部分時候，這偏見還真不是空穴來風。但是這一代的卡賓真不一樣，為啥？就一個原因，法國人這次不降了，開始老老實實抄德國人的作業了。你瞅那台 1.3T 發動機，它可不是雷諾自個兒琢磨的，是跟奔馳、戴姆勒真金白銀合作搞出來的技術。這可不是吹牛，是實打實的共享技術。說白了，它骨子裡流的是德國人的血，公差控制的細，零件造的結實，渦輪工作壓力也小。翻譯成人話就是毛病少，不折騰，修車錢都給你省了。現在好多小排量發動機為了省點油，在數據上好看點，都把勁兒用到極限了。但這台卡賓的發動機天生就是為安逸設計的，不瞎使勁兒，也不長期高壓，所以才特別耐用。你正常保養開個20萬公里大修，想多了。這事兒現在的小排量渦輪裡可是稀有貨了。油耗100公里差不多5.5個油夠省了，但關鍵問題是長期開下來到底划不划算？這裡有個事兒，估計能把隔壁大眾的老板氣得直拍大腿。卡賓在二手車市場上賣17000到22000歐元，你再看同級別的大眾途凱，怎麼也得25000歐元起，你多掏好幾千塊就為買個標，開起來的體驗真有那麼好嗎？拉倒，卡賓空間還更大，坐着更舒服，長期來看還更皮實。說白了，咱們不就是為品牌上頭嗎？產品本身到底怎麼樣，反而不太在乎了。但最驚喜的還在車裡呢，這內飾用料講究，設計也時髦，開着坐着都特舒服。有些小細節做得比同價位的德系車還好。為啥？因為那些德系車現在為了多賺錢，到處都在減配。所以你看，雷諾要真想造好車，它還是能造出來的。問題是它不總這麼幹，而這台卡賓就是那少數的例外。你到底是願意抱着老偏見不放，還是掀開發動機蓋看看裡面到底藏着啥好東西？
第3款现代途勝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搁几年前你打死我都不信。韓國車居然能不跟在歐洲車屁股後面跑，反而把他們超過去了。途勝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。以前啊，大家提起現代都說哦，那個平替還行，但總感覺比德系、法系差那麼點意思。現在這劇本徹底反過來了。你看，現在好多歐洲品牌車是越造越花裡胡哨，發動機越做越小，車機系統卡得要死，電子零件也嬌貴得很。現代呢，偏不玩這套，人家就想幹一件事兒，造一台在咱老百姓日常用着順手省心的車。就說那個 1.6 的柴油發動機，這玩意兒就是最好的證明。它不追求那些紙上談兵的酷炫數據，就一個字：耐用。油耗低，零件結實，散熱合理，保養還不貴，這才叫真材實料。不像有些車就為了應付測試，一過保修期就給你掉鏈子，數據也扎扎實實。一輛快 1.7 噸重的大家伙，100公里油耗才 4.5 升。這可不是在實驗室裡吹出來的，是咱們老百姓開在真實路上的數據。你看，這就是營銷和工程最本質的區別。但更狠的還在後頭，直接把歐洲車的神話給打破了。質保，整整5年，整車質保，沒那麼多彎彎繞繞，沒有小字備注，就一個字：幹。這說明了啥？說明現代對自己這車有100%的信心。換哪個公司沒這底氣敢這麼玩，這就是實力，白紙黑字給你寫明白了。別人2年就把風險甩給你了，現代自己扛着，你這邊的風險少了，壓力就全到他們那邊了。這遊戲規則直接被他們改了。再說養車成本，那更是絕了。保養便宜，零件好找，修起來也簡單。很多朋友都反馈，養一台途勝有時候比養一台意大利的小車還便宜。你想想，一個空間又大，配置又跟得上大 SUV， 養車的錢居然比小車還少，這事兒是不是挺離譜的？所以說啊，歐洲車現在口碑是越來越不行了。你花更多的錢買個豪華的牌子，換回來的可能是更不靠譜、更複雜、隱藏成本還更高的車。現代呢，反着來，少吹點牛，多幹點實事，把別人踩過的坑都記住了，最後反而做得比誰都好。這波操作真是給我們上了一課。肯定有人要問了，一個韓國車憑啥開起來、用起來反而比歐洲車還歐洲呢？嘿，這個問題你細品。第4款車，大眾高爾夫8。說實話，大众前些年是真有點飄，忘了自己是誰了。那會兒買他車的不少人都交了智商稅，車機天天抽風，設計思路迷之操作，做工也拉胯，還非要賣個豪華價，結果呢，東西根本配不上那個標。不過這代高爾夫8總算是把路給找回來了，感覺大眾突然想明白了，嗨，我這高爾夫當年是咋火的？圖的就是個簡单，皮實開着順手，這台 1.5T 的發動機才是王道。現在很多小排量發動機都把馬力參數壓榨到極致，跟個永動機似的，這台不一樣，它不跟自己過不去，不搞極限高壓，不為那個驚豔的測試數據，就一個目標，開10年8年。還跟新的一樣皮實，這區別可太大了。現在車壞不壞，真不是看你馬力有多大，而是壞了之後修起來有多肉疼。這台發動機勁兒足，底盤穩，開着特省心，一省心自然就活得久。但最讓我驚喜的是它的裡子。好些年大眾車一坐進去，一股子塑料味兒，能減配的地方都給你減了。這回終於不一樣了，用料實在，裝配也精細，整體特扎實。關門砰一聲特厚重，車裡也沒那些煩人的異響。方向盤跟你手，車身跟路都特跟手，這種扎實的質感放今天真成了稀罕物。德國人总算還是德國人了。就連以前被骂得狗血淋頭的車機系統，現在也好使了，反應快，不卡頓，不跟你瞎搗亂，日常用起來特省心。這玩意兒一好，它的長期價值一下子就上去了，比任何花里胡哨的配置都實在。價格方面，二手車大概2萬到2.8萬歐元，聽着是有點小貴，但你要想明白，你買的啥？你買的不單單是一台車，你買的是一個標準。高爾夫50多年了，一直是所有車的參照物，買啥車都得拿它比一比。這帶來了啥？一個核心好處，好修。整個台灣遍地都是會修高爾夫的師傅，配件好找，手藝也過關，修的又快又好，沒那麼多不確定性，不用讓你瞎折騰。這就是所謂的通用性。現在很多新車都缺這個，但說實話也挺扎心的。大眾只要一認真，回歸簡單皮實好設計的路子上，這天下還真沒誰能打得過他。問題是，他為啥非得瞎折騰那麼久才想明白？這中間多少車主都在為他犯的那些破錯誤買單。德國人總算找回了自己了，那你願意再信他一次嗎？第5款，菲亞特熊貓 Cross。我跟你說個事兒，這車啊，現在很多大品牌聽了都得頭疼。為啥？因為他把人家想賺錢的套路全給廢了。現在那些車一堆花里胡哨的科技，看着牛，用起來費勁，系統還賊複雜，生怕過了保修期它不壞。但熊貓 Cross 呢，沒有那些沒用的玩意兒，就一個字，實用。它那台 1.0L 的小發動機，不是為了跑多快，也不是為了吹數据，就一個目標，天天能給你好好開，別掉鏈子。你看現在這年頭，這都算是個稀罕品質了。
別人都在比誰跑得快，誰排放低，誰廣告打得響，菲亞特這家伙偏要反着來，我就造一台不給你添麻煩的車，車不給你添麻煩，不就是給你省錢嗎？而且是省大錢。它的四驅也是真家伙，不是靠那些電子系統瞎指揮，就是純機械的，簡單直接，好預測。你想啊，東西越少，電子元件越少，故障率就越低，壞的就越少，修車的錢自然就省了，這不就都揣你自己兜裡了嗎？這賬算得明明白白。最逗的是價格，二手車才14000到18000歐元，就這錢，你現在能買啥？要麼是那種擠得要命的微型小車，要麼就是一堆塑料件，全靠吹噓的入門 SUV。但在這兒，你買的是一台能帶你去任何地方的硬汉，雪地、山路、爛路，城裡開着舒服，拉出去也穩穩當當，保證能給你安安穩穩開10年。你拿現在那些滿屏幕電子按鈕的新款 SUV 去試試，他們敢這麼說嗎？熊貓 Cross 從來不刻意討好誰，但就因為這樣，它比很多貴1倍的車還好用，開它，別人不會覺得你沒錢，只會覺得你特聰明。這買車啊，一種是買給別人看的，一種是買來自己用的，這就是區別。內飾也賊簡單，但該有的都有，4個大人坐得下，後備箱夠用，坐得高，看得遠，沒有半點浪費，也沒有那種假豪華，全是實打實的實用。這就是意大利人夠用就是智慧的哲學，也是現在很多大廠早忘了的理念。現在這行業不就靠堆料賺錢嗎？東西給你塞得越多，賣得越貴，壞的也越快。熊貓 Cross 偏不，東西越少，麻煩越少，自由越多，真誠永遠能戰勝傲慢。這也是為啥買過這車的人基本就回不去了。一旦嘗過這種零焦慮開車的爽，誰還想再回去伺候那些複雜玩意兒？說到底就一句話，你買車是圖個面子，還是想讓每天的日子過得更輕鬆點？第6款車雪鐵龍 C4， 先別劃走，聽我嘮2句。這一代的 PureTech 版本那可是真的靠譜了。雪鐵龍自己把老款那些毛病給整明白了，它跟老款有啥不一樣？就調校這塊，發動機壓力給整的特小，基本不搞什麼極限操作，所以車子壽命就更長了。發動機本身是跟問題款一樣的，但管它的電腦子更靈光了。結果就是啥？100公里油耗才5個油，能穩穩當当跑15萬公里，再沒那些老毛病了。二手車的價格呢？16000到20000歐元，你瞅瞅，同級別的高爾夫得24000歐元，足足差出去8000塊，幹的事兒卻一模一樣，這性價比絕了。最牛的是啥？舒服，那懸掛路上的坑坑洼洼全給你抹平了，座椅坐1天也不累，車裡還特別安靜，這就是法國人把生活藝術整到車上了。內飾比那啥德系車有設計感多了，不瞎抄，摸上去也舒服，一切都是以人為主。说真的，法國人真会造舒服的車，只要他別再出那些老毛病，那就真沒人能打得過他。那話說回來，現在雪鐵龍這些問題都解決了，你還願意信一次法系車不？咱們這視頻已經看了6款能顛覆你三觀的車了，靠譜的日系，靠譜的法系，成熟的韓系，回歸正道的德系，還有實打實的意系，但好戲還在後頭呢。接下來的4款車更讓你驚掉下巴。有一台車比小車還便宜，空間卻跟家用車一樣大，還有一台來自一個所有人都看走眼了的品牌，結果卻造出了市面上最聰明的車。要是這視頻已經讓你打開新世界的大門了，趕緊點個讚，因為最精彩的部分還在後面等着你呢。第7款起亞 CE 的旅行版，我跟你說，這台起亞旅行車韓國人做的是真叫一個精明，它簡直是個6邊形戰士，家用車那麼能裝，油耗又跟小轎車似的，還特別皮實，關鍵價格還特實在。先說那台 1.4T 發動機，主打一個皮實耐用，它的渦輪設計的特別保守，動力夠用，但工作溫度很低，用料也很扎實。說白了，這就是一个不會壞的小渦輪。你想想，一台這麼大的旅行車才100公里6個油，這可不是實驗室裡調出來的，是實打實的工程技術。價格上它簡直是個價格屠夫。你看二手車18000到22000歐元就能拿下，同樣級別的高爾夫旅行版呢，得26000，差了整整8000塊。不光便宜，空間還更大，質保還更長，性價比直接拉滿了。最讓我佩服的一點，他敢給你7年整車質保，還沒那麼多套路條款，這背後起亞對自己的品質得多有信心啊！而且你看這後備箱600升，裝東西比很多 SUV 還厲害，這就是典型的韓國設計，不搞花裡胡哨，就是給你一家人用，結果呢就是好用。所以啊，真讓你知道它比那些德系的旅行車還實在，你會不會也動心買台韓系車回去？第8款30AXX， 聊車嘛，總有些好東西藏在犄角旮旯裡。今天說的這款30AXX 絕對是那種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典型。它為啥被低估？簡單說就是30在歐洲太佛系了，基本不怎麼打廣告，結果這寶貝車就給埋沒了。但你要是懂車，一看參數就會發現這車的心臟太純粹了。它那個 1.6L 的自吸發動機，現在這個級別裡幾乎是絕技了。你想想，沒有渦輪那通毛病，也不用搞什麼小馬拉大車的極端調校，就是一台結結實實
能一直陪你跑到地老天荒的发动机，简单可靠，省心，价格真香。买辆二手的也就15000到19000歐元，跟買個全新的菲亞特熊貓 Cross 差不多錢。但你拿到的可是一個有模有樣的真 SUV 空間，還有日系車那出了名的皮實耐用，這筆賬怎麼算都划算。說白了，三菱不把錢砸在請明星打廣告上，全下功夫在研發上了，結果就是車造的比對手耐用好幾倍，但知道的人卻沒幾個。最離譜的是啥？這車在歐洲都賣了5年了，愣是沒聽說過有什麼通病，也沒召回過，也沒啥亂七八糟的故障，油耗還特別實在，100公里7個油，絕不搞那些虛標的事兒。這就是日系車的實在，不跟你玩套路。當你不用花大價錢去為那些花裡胡哨的功能找理由的時候，你才能真正把心思花在造一輛好開好用的車上。所以問題來了，這麼一輛理性的車怎麼就成了最沒存在感的那個呢？我覺得這反而是懂車的人的福音。第9款，咱聊聊福特福克斯。說真的，福特這回真摸透歐洲人了。歐洲人買車圖的是個皮實耐用，花裡胡哨那套他們不感冒。這代福克斯就是福特搞懂之後的答卷。你看它這 1.5T 的發動機就跟咱們人似的，平時幹點活都是悠着來，从来不給自己加压，悠着開嘛，車子的壽命自然就長。這叫啥？這就是美式的皮實可靠，加上歐洲車的精準操控，俩優點全占了。做工上，現在福特的水平是真不賴，結實勁兒是美式的，精細程度又比得上德國車，價格就更實在了。二手車17000到2萬歐元搞定，同級別的大眾高爾夫要25000，直接差8000。關鍵是福克斯空間還更大。最讓人驚喜的是啥？空間，這空間別說同級了，連一些高級別的車都比不上。後備箱家用絕對夠用，車裡坐着也舒服，開着順手。還有那個 Sync 車機特簡單特好用，不搞那些花裡胡哨的功能，就老老實實做好導航聽音樂該做的事兒。說到底就是美國人學會了歐洲人的精髓，造出了一台比歐洲車還歐洲的車。這大概就是全球化的正確打開方式。你想啊，要是這車比歐洲車還歐洲，你會不會考慮買一台美國車呢？第10款，斯柯達精銳。我跟你說，這真不只是一台車，這是在打臉那些說好東西就得貴的人。人家是認真的，德系的好品質就是能給你一個平民價。想想看，他用的可是大众的機械底子，質感跟奧迪一個級別，空間比倆都大。結果呢，價格居然能便宜1萬歐元，這簡直是把豪華車的利潤空間給扒光了，又給到咱們手裡一樣的零件、一樣的工厂、一樣的品控，就憑啥它就便宜？就因為斯柯達不玩虛的，不靠天價廣告和營銷來撐價格，人家就憑實力說話。二手車也就1.6萬到2萬歐元。你看同級的大眾 Taygo 怎麼也得2.2萬，貴了6000歐呢。結果精銳空間更大，還更靠譜。最牛的是什麼？我覺得是它的理念。斯柯達這車是給開車的人造的，不是給賣車的人造的。結果呢，實用性直接把那些豪華品牌給幹趴下了。它的內飾處處都是聰明的設計，儲物格多到你數不清，坐上去感覺人車合一。你乍一看可能覺得，哎，這設計有點反啊，但你一用就會發現，哇，這可比那些華而不實的好用多了，還有售後。跟大眾完全是一套人馬，給你修車的技師技術水平都一樣，但價格能低30%，這羊毛不薅簡直對不起自己。精銳這車我感覺就代表了汽車的未來，货真價實的品質，明明白白的價格用的比看的強。它不只是2026年我給你們的最佳购車選擇，更是在證明一件事兒，只要車企響，咱們普通人照樣能買到誠意滿滿的好車。就算它車標沒那麼響亮，你會不會選這台性價比之王最聰明的车？好了，这10台車說白了就代表了一個道理，車企要是真把用戶當回事兒，而不是只盯着利潤，能造出多牛的車。逍客、聰明跨界、卡賓、靠譜法系、途勝、成熟韓系、高爾夫、德系回歸、熊貓 Cross、意式真誠、雪鐵龍 C4、法系救贖、起亞 CED 韓系實用、三菱 ASX 日系低調可靠、福克斯美式歐洲車、斯柯達精銳評價高品質。所以咱以後買車別再為那個車標買單了，你得看裡子，車標是給別人看的，品質可是你天天要用的。記住，最好的車不是最貴的，而是最聰明的。他們都信奉一個理念，給咱們買車的人造車，而不是為了賣車的人造車。現在2026年真正值得買的車你都門清了，哪一台能改變你的用車生活？要是我這視頻讓你看明白了到底啥叫一輛好車的價值，那別忘了點個關注，順手分享給你身邊正準備買車的朋友。你這一個小舉動可能就幫他省下3萬歐元的冤枉錢。對了，下周我還會公布2026年最該避開的10款雷車，知道該買啥和絕對不該買啥一樣重要。咱下期視頻再見。